果你手上有50万的闲置资金，到底该怎么配置才能既稳健又能最大限度的增值呢？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最近有几位观众留言，正好处在这个阶段。50万的闲钱呢不算少，但是离财务自由还是有距离。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够保证财务安全，一方面呢又不甘心只把钱存在银行，眼睁睁看着购买力逐渐缩水。其实50万这个数字有点尴尬，它不是小钱，但也不是大钱。对很多人来说呢，这笔钱一旦亏掉一半，心里有非常大的阴影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只是放银行的话，一年才收1万多块钱的收益，买个苹果手机就全没了。所以这又形成了矛盾，既想安全又想翻身，那这就是50万人民币人群的典型心理。我建议这部分朋友把这50万想象成一座金字塔，塔底呢是安全仓，占50%到60%，就是让你晚上能睡得着觉的那部分。比如你可以去做大额存单，3年期的利率大概是2.4%左右，或者是购买国债逆回购，每到月末、季末年化收益呢可以达到2%到4%，或者购买货币基金，7天的年化可以达到2.2%左右，T+0可以赎回，流动性非常好。这部分钱就是你兜里的压舱石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至少保证你有本钱还在。追求2%到3%左右的稳定收益。中层呢是稳健仓，占比30%到40%，就是能比银行多赚一点钱的那部分，比如红利 ETF、宽基指数、银行股，它们的波动没有那么大，分红也比较稳定。这部分资金呢，在安全的基础上追求4%到6%的年化回报，就好像买房子收租金，涨幅可能没有其他赛道那么猛，但是能够养活自己。金字塔顶层是机会仓，占10%，这部分钱你完全可以用来解瘾，比如说买行业主题的 ETF、机器人半导体的 ETF，或者配置黄金 ETF， 甚至少量加密货币都行，但是最多5万块。这部分的资金呢波动大，但是仓位要小，因为就算你看错了方向，也不会伤筋动骨，就算全亏光了，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。比如我的思想会有一位朋友，2020年的时候他50万的闲置资金呢，做了一个3层金字塔配置，30万放在了国债逆回购和大额存单里面，15万购买了红利 ETF 和沪深300 ETF， 剩下的5万呢放在了医药 ETF。 结果呢，医药 ETF 1年之内还翻了1倍，它的5万块变成了10万块。那即便后来医药赛道又开始回落，但它的账户整体是稳定的，心态也不至于慌乱，因为它的资产配置金字塔的底座和中层都是稳稳的拿收益。这就是金字塔配置的好处，既能稳住你的心态，又能够让你尝到机会投资带来的甜头。很多人之所以焦虑，就是因为它的配置方案出了问题，要么全部放在银行，本金虽然安全，但是跑不赢通胀，10年之后你的购买力会缩水严重。第二种呢，就是全部压在股票或者是赛道上面了，那这些股票回撤幅度可能很大，很容易在低点割肉出局。第三类就是没有流动性，一旦家里有急事，那你就不得不亏损变现。有人说我就是想搏一搏，我能不能靠这50万实现财富自由？我得实话实说，很难。因为财务自由的核心是你的被动收入要大于开支。那50万呢，就算你能做到年化6%的收入，一年也就3万块，根本不够养家。所以50万不是你的财富终点站，顶多是一张上车的车票。对于50万的人群来说，你最重要的还是要保住本金，确保不掉队。实现财务自由呢，首先还得靠你在职业或者副业上增加现金流，然后呢，用复利把本金逐渐滚到300万、500万，再用小仓位去参与可能的时代机会。换句话说50万绝对不是终点了，而是你能不能坐上下一趟财富列车的一张车票。你要靠它熬得住，等本金慢慢滚到了300万、500万，再去谈财务自由。那这中间靠什么呢？靠你的主业收入靠复利增长靠你的认知去抓住至少一次时代机会。真正的翻身不能靠一次赌博，而是要靠一次次的熬住，再抓住某次的大机会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有50万的闲置资金，最稳健的方式不是孤注一掷，而是构建一座财富金字塔，底层守住安全，
中层跟上市场，顶层留一点梦想。投资不是一场赌博，而是一场耐力赛。稳健不是说你放弃了机会，而是你能守住底线，再留一点筹码去追梦。50万守得住，才有未来的100万；100万守得住，才有未来的500万。守住底线，才能真正等到机会到来的那一天。如果你手上有100万，那又应该怎么样配置呢？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接着讲。